玩家大家好，我是阿万 VR 的姐夫。就在8月16号凌晨，也就是今天早些时候，第一届 VR 游戏展示会 VR Games Showcase 正式亮相啦。这场展示会有超过30分钟的全新 VR 内容，展示了包括《杀手3 VR 重置版》在内多款实际游戏片段，还公布了10几款 VR 游戏的项目进度。大部分的游戏都是第一次公开曝光，有几个已经在 MetaQuest 上的抢先体验版的游戏也准备转成正式版了。游戏类型也丰富起来，还把一些平面游戏移植成 VR 版。对于 VR 玩家来说，2024下半年终于有不少游戏可玩了。今天这支视频我会快速总结 VR Games Showcase 发布了些什么游戏，而且有哪几部你需要特别关注的。那我废话不啰嗦了，直接开始吧。首先必须推荐的是 Hitman 3 VR Reloaded 杀手3 VR 重装上阵，第一次把游戏实际片段完整展示出来，而且专为 MetaQuest 3从头开始开发的。其实2021年游戏开发商 IO Interactive 已经在 Steam VR 与 PSVR 提供杀手3的 VR 模式，可惜在优化和交互上做得非常一般，导致 VR 版的口碑非常的差。这次 IO Interactive 和英国游戏工作室 XR Games共同开发 VR 一体机版的杀手3 VR 重装上阵，依然是前行动作游戏，需要用第一人称视角扮演史上最出色的光头刺客特工47，身临其境完成一系列杀手任务。由于是为 VR 重新开发，里面会有更多的交互环境，以及可以双持不同武器。虽然实际片段看上去画质一般，但玩法其实挺有意思的。除了用常规的枪械与冷兵器暗杀，还可以扔出橡胶皮令巡逻小兵滑倒，或者射下吊灯压死目标，各种创意暗示玩法等待玩家来发掘的，非常期待哦。这款广受好评的前行动作游戏计划在今年推出，现在就能在 Meta Horizon Store 里以优惠价26.99美刀预购，游戏支持中文。下一款游戏有点惊喜了 ，Arizona Sunshine 亚利桑那阳光出重置版了。你没听错，原版亚利桑那阳光要以2代的引擎完全重置，包括所有已经发布的 DLC。一开始我以为是2代的 DLC， 想不到是1代的重置版。看游戏画面风格相当不错，毕竟是 PCVR 端录制的。现在就可以到 Steam 上面预约了，10月17号就能在 MetaQuest、Steam VR 以及 PSVR 2上正式发售，重回那些僵尸遍地的场景大开杀戒。如果你有原版的话，只需要9.99美元就能升级为重置版。游戏支持中文，目前 Steam VR 上的售价是148人民币，可以去看看哦。Vendetta Forever 永恒复仇在画面风格上很对我喜欢的类型，战术创建与杂技风格融合，有点 Pistol Whip 加 Super Hot VR 的特色。玩家开枪杀敌时会有慢动作杀戮的创新效果，在敌人之间就快速穿梭移动，同时夺取武器推进剧情，在超过60个关卡里面战斗。有各种武器可用，还能利用丰富的收藏品奖励与游戏修改器改变规则。Vendetta Forever 将会在今年10月登陆 MetaQuest 2、3以及 PSVR 2。今天开始在 Meta Horizon Store 有免费 demo 可以试玩哦。Mannequin 人偶是一款挺特别的捉迷藏 FPS 游戏，这次最多2v3多人玩，2个人扮演精英特工，搜索3个假扮人偶的外星人。外星人可以埋伏掉以轻心的特工，只要轻轻一碰就可以让他们原地冻结，而特工就可以用 EMF 扫描各个假人，并且开枪杀死他们。如果打中的是人类，枪就会卡弹，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两边的阵营都要想尽办法分辨出敌友，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里，存活下来的队伍最终就能获胜。Mannequin 将会在今年9月10日号正式上在 MetaQuest 2、3以及 Steam VR， 现在可以去下载抢先体验啦。发布会里最让我惊喜的是 Flat2 VR Studios 带来4款风格各不同的平面游戏移植 VR 版。在此前，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不少经典游戏移植，包括 Doom 3、毁灭战士、Portal 2、传说门2等等。而现在他们成立了工作室，专门对接游戏厂商，把他们的游戏变成 VR 化，包括 Flatout 横冲直撞、RoboQuest 机械守护者、Wrath
Eon of Ruin 怒火勇士毁灭 Trombone Champ 长号冠军都是在 Steam 上有不少好评的平面游戏来的，其中 Trombone Champ Unflattened 长号冠军微扁平，我觉得最有意思，一款看起来有点恶搞的音乐游戏。借助 VR 独有的动作交互，提供了一种更真实的演奏乐器的方式，像移动真实长号上的滑管一样。这款游戏看起来好欢乐，就算搞砸了，可能和吹出完美音符一样有趣。原版被 Steam 用户评为压倒性好评，今年秋季就在 MetaQuest 和 Steam VR 上线。Flat to VR Studios 公布的另外3款游戏，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发布日期，但仍然值得期待的。Wrath Eon of Ruin 是一款受古早 FPS 启发的游戏，有点像 Doom 毁灭战士，利用传奇的 Quake 1引擎做的第一身硬核设计游戏。VR 化应该是让玩家直接拿起武器，或许还有手动上弹系统，可以拭目以待的。RoboQuest 是一款以焦灼的未来世界为背景的快速 FPS roguelike 游戏，可以与好友一起玩或者独自战斗，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消灭成群的机器人。原版游戏包含最多2名玩家的合作支持 ，VR 移植版应该也能延续这功能的，甚至能实现跨平台合作。Flatout 是非常经典的2004年赛车游戏，将激动人心的高速赛车、撞毁式比赛和让驾驶员冲破挡风玻璃的惊险特技结合在一起。VR 移植版将让玩家直接坐在驾驶位上，在赛道上冲撞和碾压。由于碰撞时会突然刹停，而且有可能会将驾驶员飞出挡风玻璃，因此 VR 移植版的舒适性设计肯定是重中之重的。Francis 是一款免费的多人射击游戏，在色彩缤纷又夸张的竞技场里射击，有超快的游戏节奏，很酷炫的动作，还有随机的规则和游戏模式修改器。游戏将于今年10月在 MetaQuest 上抢先体验，后续也会登陆 PSVR 2了。一些眼熟的游戏也在发布会里亮相，包括由中国团队诸葛瓜游戏开发的超弦乐队。在这个多人音乐节奏游戏里，玩家可以弹虚拟吉他、键盘或者 bass， 还能敲架子鼓，自己玩或者和最多3个朋友一起嗨。上一年已经在 Pico 发布了，今年秋季晚些时候会上架 MetaQuest 3和 Steam VR， 现在 MetaQuest 还有免费 demo 可以体验。Silent Slayer Foes of the Vampire 极境杀手吸血鬼之脚，这款在 MetaQuest 上广受好评的恐怖解谜游戏准备登上 Steam VR 了，给新玩家带来全新体验。在游戏里要非常小心解开吸血鬼棺材的谜题，然后安静快速的杀死它，只是过程中弄得太大欣赏，就可能会被吸血鬼杀倒了。游戏将会在10月10号于 Steam VR 上线。Apple Vision Pro 游戏也有一款在发布会里提到的，就是 Pixel Sculpt 拼图雕刻，在混合现实中解决 3D 拼图，使用逻辑线索移除方块，并显示隐藏在其中的像素收藏品，还可以放在现实空间里做装饰。游戏在9月5号登陆 Apple Arcade， 不单独发售。其他的游戏我觉得一般，可以快速的过一遍的。Fract 破裂是一款高速 VR 射击游戏，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滑雪板上沿着山的一侧飞驰，穿过冰冻的台原，消灭沿途的敌人。8月29日就在 MetaQuest 上线。Action Hero 动作英雄需要玩家在不同类型的电影里扮演主角，消灭敌人。只有随着玩家的移动才会加快敌人速度，以优雅的姿态躲避子弹，在半空中借助武器，并且击倒巨大的头目。现在就可以把游戏载入 MetaQuest 里的愿望清单了。Escaping Wonderland 逃离仙境是 Down the Rabbit Hole 掉进兔子洞的续集。在游戏中，玩家将继续从独特的第三人视角解开谜题，同时也加入了第一人称视角，以更沉浸的角度揭开这个神秘异世界的秘密。9月26号就在 MetaQuest 上线啦。Grim 严峻是一款发生在火星表面的多人生存游戏，在这场争夺霸权的战斗中，玩家需要搜寻物资，建筑庇护所，还要保护装备不被其他玩家抢走。Silent North 极境北方是一款在线开放世界生存恐怖游戏，场景设定在被僵尸占领的寒冷北方山脉。在这个危险世界里，不仅有僵尸，还有不能信任的其他玩家，要处处提防才可以生存下去。最后就是老游戏经典的单人生存射击游戏 Into the Radius 致命半径，
在9月19号推出 PSVR 2版本。整个 VR Games Showcase 发布会最让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缺少了 Pico 的踪影，只有一款游戏表示会登陆 Pico， 其他的都没有。可能是因为 Pico 没有在北美上线，导致开发者没有动力做移植，连扶不起的 PSVR 2都有挺多占坑的作品。只能希望 Pico 再加把劲吧。还有一件事，下个月也就是9月25号会有一个叫 XR Indies and Friends 的小型展示会，展示独立游戏工作室的 VR 甚至 MR 游戏，期待更多中国团队作品走向国际哦。所以看完视频后，你觉得哪款游戏更对你的胃口呢？2024下半年你最想玩哪款游戏呢？可以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告诉我哦。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这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姐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这里是茶玩 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招生的 XR 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